各位好，今天啊，我要还一下债啊。有位观众呢一直追着我的视频后面留言，说希望我讲一下怎么说话哈，因为他一直觉得这个比较就是认可吧啊我的这种说话方式啊。那既然人家都在好几个视频下面追着问了啊，啥时候录啊？你像我这么一个2000多订阅的这个小的 YouTuber 啊，也不能辜负人家啊。但是有言在先，这个话题呢，我还真是到目前为止也不认为算是我的一个专长吧啊，所以真的是只能瞎聊啊。如果想喷的话呢，也可以喷，但是嘴下留情就好了啊。我只是我希望满足一个愿望啊，满足我的这位这个观众的一个需求啊，或者小的愿望吧，随便你怎么说啊。先肤浅的随便聊一聊，让大家有一个框架啊。你说，因为这个问题本身我自己也没有那么深入的去想过，但是呢，借由这个由头嘛啊，我也自己简单的思考了一下，这个所谓说话的方法啊，我都不敢称自己为说话的艺术啊，觉得有点脸红。就是说话的一些这个方法跟心得吧，分为我想今天就是分几个部分跟大家去聊一聊啊。第一个呢是录节目和面对面它还是有差别的，想聊一下这个话题。然后接下来呢，想分享一个我自己认为比较重要的点，就是你脑子要比嘴快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是要善用停顿，第四个就是要营造自己的节奏。那我们接下来一个一个的去聊一聊看啊。那录节目呢，其实跟面对面还是有蛮大的差别的，因为面对面呢，你很多时候是你能聊成什么样，跟你对面的这个人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那我相信大部分的观众如果觉得想学怎么样把说话说好，你默认的那个场景应该都是面对面。很少有人说我开网络会议的时候怎么把话说好啊？那这个面对面都行吗？那个肯定行了啊。所以其实面对面它的互动性更强，但是像我这样给大家录节目呢，其实我是有优势的，因为没有人打扰但是我要在我的头脑当中有一个虚拟的对象啊，我会认为先设立一个我是跟一个什么样的人在对话，然后这个人呢就在我的镜头里面。那我要是要看着镜头来去说话啊，就像看到那个人一样。所以任何的，我非常欣赏马东那句话嘛，就是这个被误解是表达者的宿命啊，就是一定会有被误解。为什么？因为你在对着镜头说话的时候，你塑造的这个虚拟的形象，它不可能代表所有的你的观众，不可能的。如果你真的是想面面俱到的话，那这个节目也就没人想看了，我想是应该是这样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肯定会有被误解的成分，所以面对面聊天的优势就是你可以更随意一些啊。这个劣势是呢，就是你需要更灵活机动，你可能根据不同的人要改变不同的方式。但是这种录节目的说话呢，它的这个缺点是呢，你没有办法随机应变啊。优点呢，就是其实你是可以先入为主，有一个自己的这个预设的对象的。所以录视频的方式，它是比较适合深层次的、比较深入的表达一些你自己的想法和有逻辑的、有逻辑、有这个递进啊，就是比较完整的表达自己的一个观点。所以这个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啊。那至于说怎么样才能让听众觉得你说的话还是比较在点儿上的呢？我个人觉得比较重要的一个就是一定要脑子比嘴快。我其实在生活中的观察，我会发现蛮多的人是嘴比脑子快的。就是你看很多人就是刚说完话就后悔了啊，这个在气头上的时候什么都敢说啊，消了气儿之后呢就觉得哎呀刚才不应该那样，这个是人之常情，我也有啊。但是呢，我们如果想
在面对面聊天或者是录制节目，不管什么时候，总之你哪怕你做演讲啊，就是你说话的时候要想让对方觉得你有条理，那么你脑子里一定要先有条理。你就不能是嘴先说出来了之后，然后再靠脑子去圆你嘴说的上一句。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人啊，那可能像郭德纲这种，他是不是有这种能力？但我是没这能力，所以其实我虽然给大家每次聊天啊、录视频之前啊，我也不会特意去列提纲啊什么，大部分不列，有的是列的啊，像今天这集我就列了，大部分是不列提纲的。但是我可以很明显的感知到，我下一句话说什么，我的脑子里面是过了以后我才说的。我不会说是说完了之后再那个，那你那样的话，你只能去剪辑去了，是吧？这是我想跟大家聊的第二个关于说话的点。那第三个呢，叫善用停顿。我觉得这一点呢，我比较赞同，但是我也正在学。因为大家看我录节目，其实我还是会有一些补白词的。什么叫补白词呢？这三个字怎么写？补是缝缝补补，打补丁的补。白呢就是黑白，黄绿黑白那个白，大白话的那个白。词是词语的词，对吧？你知道这三个字，你应该就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了啊。就是人在说话的过程当中，为了避免尴尬，为了这个话不撂地啊，为了让对方觉得你说话很流畅啊，一直有话说，没有卡住。那往往在你思维卡住的时候，在你不知道要说什么的时候，你会用这种补白词。就类似于那个就是说你看对吧，就是这全是补白词，我也有，大部分人都有。我觉得补白词呢是一个中性偏消极的词汇，它有一部分是中性的，因为有一些补白词其实是会让听众觉得它起到了润滑剂的作用，但是你一旦把握不住这个量的话，比如说你的补白词特别多，在没有必要润滑的时候，你也去无缘无故的去加入这些补白词，或者你补白词的语调特别的奇怪，容易让你的听众去出戏。那这种情况下，这个补白词就是应该被戒掉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练习表演、练习舞蹈、练习这个演讲、练习说话，练习上课等等哈，有一种很直观且能够见效快的方式，就是你自己把自己的语音，最好是这个用视频的方式去把自己说话就给录下来，录完了之后自己看。那这样有一种很好的方式，就是为什么说这样进步比较快呢？因为这种方式其实它是可以避免那种你自己不想要，但是你的身体却做出来了的这样的一些在说话的过程当中不好的东西。那这个其实是最容易避免的，因为这个东西是你本身自己知道不好的，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没控制住啊，或者需要更多的练习啊等等，你把它做出来了，说出来了。那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你会一直犯这个毛病呢？原因是因为你没有意识到，你没有看到。那录下来自己看，然后反复的去改，就是尽量的去避免，然后再录，避免再录，不断的录。你其实有个很明显的，你进行个几次，可能10次都不需要，你就会发现你的说话有一个明显的进步，不管是肢体语言上，还是这种所谓的补白词的改进上面，都会有一个比较本质的提高。我个人认为啊，所以补白词，你看我刚才就了一下，有了一个补白词啊。那这个补白词到底好跟不好，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界定，但是我觉得作为人类来讲，它有一个平均线啊，我觉得这个不是太大的问题，还是蛮好把握的。如果你觉得你说话的时候补白词太多，你就可以用这种方法去练习，这是一个这种表象。但我觉得还有一点对于补白词来讲比较重要的，我为什么说善用停顿呢？因为很多人他其实会觉得说话的时候有停顿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一个根深蒂固的想法。那我自己的经验是认为，
这个想法是非常错误的。我在任何的场合去说话的时候，我只有自己没控制住自己去加了补白词，但是呢，我很少有说是害怕停顿而去加补白词，不管是无意识的还是有意识的。因为我非常清楚的是，在说话的过程当中，停顿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行为，它可以让你自己思考，也可以让对方思考。当然这需要你有一个好的听众了。如果你对面的那个听众他没耐心，我遇到过这样人还蛮多的，就是我其实是有意识的带有这种说话的艺术的这种感觉，我故意的在停顿，但是我的听众受不了了，他出于好意替我把这空补上了，这个其实让我挺尴尬的一件事情啊，有这样的人。但是这个不影响你自己的表达嘛？那很多时候，比如说像我这样在录节目的时候，你来补我一下，你也补不了啊，是吧？那很多时候，你如果是演讲，你在这个讲台或者舞台上，那也不至于被打下茬吧？所以就是自己先具备这个能力。我蛮欣赏一种说法，就是一个好的会说话的人，他在自己说话的时候，他是会享受自己的这个空白时间的，就是停顿的时间的当然这个停顿也不宜过长啊，一般来讲停顿不宜超过半分钟，但其实我个人从来没有勇气让停顿停留半分钟这么长，但是我最高纪录我有试过12秒就是说话的时候我停顿12秒钟，我觉得效果非常的好。当然你也不能瞎停顿很多时候如果是你抛出一个问题让大家思考，即便是面对面故意的停顿，这个时候你要沉得住气。很多时候你抛出了一个比较有建设性的、比较有深意的，需要对方动点脑子才能回答的问题，那么你就需要适当的给到停顿的这个时间和空间。如果你自己都沉不下心来，人家明明在想安静的想个几秒钟，然后你觉得话不撂地，然后把你的话马上再给塞住，那其实你是剥夺了你的听众去深入的思考你抛出的问题的机会和权利。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对于真正把你的问题听到心里去的听众是非常不公平，而且对于他来讲，他的感受也是非常难受的一件事情并不是一个非常享受的事情这个是第3点，善用停顿。最后一个呢，就是叫做营造自己的节奏。不管是你在录视频，像我这样有一个虚拟的这个对象在我的摄像机镜头里面，还是你1对1、1对多面对面的去跟人交流的时候，我觉得你都需要有一个自己的节奏。你永远不要试图去跟着对方的节奏走，因为那样的话，你的身体反应会导致你大脑无法思考。那大脑无法思考，你怎么能够做到脑子比嘴快呢？你势必就变成嘴比脑子快了。那这样的话，你说出的话其实就质检部门就宕机了嘛那这就是这个原因。我知道有很多时候，可能你对面的那位跟你互相对着聊天的那位朋友或者那个人，他的节奏跟你可能是截然相反的，但是我相信的说法是，我也希望你们能相信我的一个说法就是即便2个人的说话节奏是完全相反的，他们也可以各自在自己的节奏下面和对方进行无障碍的交流。那重点就是你们2方面都要懂得如何把握自己的节奏，这个非常的重要。如果你自己的节奏乱了，其实接下来的对话是没有什么意义可言的，那就有点像酒肉朋友在酒桌上吹牛的那种感觉了。我一直说我的节目是聊天节目，但是我没有说我的节目是就是那种大家所谓贬义的那个酒局上面的那种聊天，绝对不是
我是真正意义上的聊天，还是有点质量的聊天。我不敢保证我给大家做的这个节目一定有多少质量，但是最起码这个是我的追求啊。那如果要想这样，你就必须在自己的节奏里面，你才能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呈现给你对面的人。但如果你的节奏被别人带跑，其实很多时候你是很冤枉的。有些观点你明明能够展示的很好，但由于你脱离了自己的节奏，你被别人带节奏了，那这个时候呢，你就没有办法很好的表达自己了。所以其实很多时候要想说话好，我一直说的脑子要走在前面，也是这个原因。这个脑子走在前面，它不仅仅是指你在说每一句话、每一个观点之前，你要先用脑子过好。那同样是指对于节奏的把控，因为把控节奏这也是要靠脑子的。所以其实聊天是一个非常重脑力的活儿，就是一个脑力劳动，而且比一般的脑力劳动还要更脑力劳动一点。它真的是很费脑子的。你特别是像我这样一镜到底的，你如果能够通过剪辑把你的那些补白词啊，就是那种没有啥用的话都给去掉啊，这个还好。但是我不是懒嘛，所以就直接呈现给各位。所以我也理解啊，有很多比较就是现代或者也不能这么说，就是心态不在我的节奏里的观众啊，会说我说话啰嗦，这是我知道的。我虽然本质上并不喜欢这样的评论，但是实话实说，我每次坐在镜头前面，我都会去审视自己，这个话题说到这儿行不行啊？还要不要再说？再说会不会太啰嗦？就是其实可能作为各位观众，你们看不出来，当然我这个自己脑子里的活动你可能看不出来，但是其实比如说我有的时候我说今天这期视频我们讲3件事，那我讲完第一件事什么时候停止呢？我是没有办法靠后期剪辑来对好时间的，节目15分钟，每件事5分钟，多的部分就给它卡掉，我没有的，所以这个全要靠我的脑子临场反应。那这种情况下，我就要其实不停的判断这件事说到这儿行了吗？现在多长时间了？瞟一眼我的电脑屏幕，我还有2个事情要说，就是这些事情其实我都是没有说出来，也不可能说出来。但是作为一个谈话状态的人，那你一定要在脑子里面先去不断的想，你才能够就好一点吧，表达的好一点。好，那我不知道今天的这期节目是不是能够对一直希望我去分享一下自己如何说话的心得的这位观众有所交代啊。那当然也不排除，如果这期节目放出去，大家真的觉得对这个话题还挺感兴趣，那根据大家的反馈和评论，再结合我自己的一些思考，我也可以再加餐嘛，也可以再加餐，那这反正咱们聊天无所谓的啊。好，那今天我们先聊这么多，感谢各位的观看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